在中国神话中，人间为阳间，而鬼魂则居于阴间。阴阳两隔是天地定律，如果阴阳平衡被打乱，必然会造成天地浩劫。所以阳间有阳间的管理者以及大神通者来维持秩序，而阴间自然也有阴间的管理者以及大神通者来维持秩序。而这里要盘点的就是阴间的五大至尊。既然是至尊，那神通法力之高强自然是不必多说，所以这里不去盘点他们实力的高低，仅是说谁的权力更大，或者说谁才是阴间真正的掌权者。第5位，南无地藏王菩萨。其实地藏王菩萨算是舶来品，是属于佛教传入后硬加进来。据说他是佛教4大菩萨中最神秘的一位，同时也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位。他早就有成佛的资格，但因为早年母亲的缘故，在地狱发下誓言地狱不空是不成佛的宏愿，因而常年居住在各个地狱诵经超度那些受苦的亡魂。故而他虽然被尊为幽冥教主，但其实没有任何权利，那些鬼差们更多的是钦佩他，而非听命于他。第4位，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旨。后土娘娘又叫后土皇帝旗，是道教4御之一，同时也是女仙之首，掌阴阳，育万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虽然后土娘娘法力无边，地位极高，权力极大，但她在阴间仅有一道分身，但这道分身可不简单，因为这道分身已经化为6道轮回。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6道轮回是后土娘娘的本体，所以后土娘娘的权力看似不大，但却是核心权力。第3位，太乙救苦天尊。太乙救苦天尊又名东极清华大帝，没错，他还在《西游记》中出现过，孙悟空对他是十分尊敬。东极清华大帝与南极长生大帝同为玉皇大帝的左右侍者，在道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很多人很好奇，太乙救苦天尊怎么和阴间扯上关系了？他不仅与阴间有关系，而且关系还极大。除了有超度亡魂及接引登天成仙的权力外，10殿冥王都是他的化身，可见他的权力有多大。第2位，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东岳大帝是5岳神之首，虽然他在天庭的权力不小，但天庭的顶级大神实在太多，所以东岳大帝也就那样了。但是在地府，东岳大帝的权力也就大了。据说18层地狱就在泰山之下，以极阳之山镇压极阴之所，好像也是颇为契合道教阴阳理论。而东岳大帝也就多了一项职责，那就是主宰阴曹18层地狱，这权力可不算低了。第1位，丰都北阴大帝。不过要说阴间权力最大的是谁，那自然是丰都大帝无疑。他是中国道教神话中正儿八经的阴间执掌者，阴间所有的鬼神亡魂都要受他管辖，相当于阳间的皇帝，所以又称呼他为丰都北阴天子。而且古代皇帝皆自称紫微大帝转世，所以也就有了丰都大帝是紫微大帝分身或前世之说。说起来，因为融合了诸多地方版本的传说，所以道教的阴间神话本来就十分混乱了，后来又有佛教的地狱之说加入其中，使得中国的阴间神话更是混乱不堪。这里所排列的5大至尊也仅是一家之言而已，而这样的混乱也就导致古代民间的祭祀及葬礼风俗混乱，甚至有的地方为了解决这种混乱，干脆既念经又诵佛，这也从侧面反映宗教神话统一的重要性。鬼的管理，先秦文献中的鬼很多，但都是一盘散沙式的孤魂野鬼，人的生死，鬼的生活，人鬼之间的沟通都是各行其事，有点无政府主义。左传中子产就表达过但忧鬼有所归，乃不为利。虽然鬼魂的概念很早就兴起，但管理鬼神的意识则是在东汉末年，文献中出现了新的官员，泰山府君治理幽冥世界，负责管理人与鬼的生死。这其实跟现实世界中大一统政府的出现，管理的逐渐深入有关。在幽冥世界里，便也同时出现了管理结构和共同体，两个世界彼此安顿。现实世界的人们对死后将要归去的那个幽冥世界总有着不变的期待，在一切的终点和起点，是不是冤有头债有主，在那里是不是一个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是一个遵循合理制度的清明世界。
鬼界人性管理，如果从比例来看，幽冥世界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我们在人世间不能实现的公平正义，但那并不是一个100%严格按照因果运作的世界。古人对幽冥世界的想象很实际，很接近日常生活，这种非机械的理解，让中国文化里的幽冥世界少了刻板的规则，多了些柔软的人情。比如考上了阴官的人，因为母亲阳寿未尽，需要尽孝，就可以请假不去上任，但10几年后母亲去世后，再到幽冥世界走马上任。这个规则讲人情，符合现实世界的伦理规范，甚至比起许多严苛的朝代更显温情。同样的人情也会用在善恶有报中，这让幽冥世界的审判带了一丝法内情的味道。恰恰是这些没那么严格的人情，让古人想象出的这个幽冥世界显得蛮接地气的。因果报应，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善事，所以幽冥世界会有现世报、隔世报的区分。有一些故事单单从仪式看起来没能完成善恶判决，但从长时段看，因果报应的规则是绝对有效的。如果现在一个法律颁布出来后，社会上所有的问题立刻全都解决了，大家都会觉得这很可笑。幽冥世界也一样，它有因果报应的规范，但规范之后，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短时间或者一个轮回里得到解决。但令人安心的是，从长时段来说，善恶一定有结果，这和人类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幽冥义理，人鬼殊途。幽是指鬼神所在的幽冥世界，冥是指阳间。鬼世界与人世界遵循着一些同样的道理，走在两条不一样的路上，而无论哪一条，人性的东西总是相通的。古人的想象中，人鬼是一体两面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据说是罗素在做一次关于天文学方面的演讲时，一位老妇人站起来说：“你讲的都是蠢话，这个世界实际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一块平板。”罗素微微一笑，问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你很聪明，年轻人。”老妇人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乌龟还是站在一只乌龟上，面是一只驮着另一只无限驮下去的乌龟塔。”中国古人也常讲人死为鬼，鬼死为剑，这个说法就像老妇人所讲的，乌龟塔是人鬼剑的3层结构。在中国，现实世界与幽冥世界紧密勾连，也彼此有别。面对未知世界的乌龟塔，中国的鬼文化更愿意只想到剑的这一层，就不再探寻，这给了我们一种安定感。2层的乌龟塔有尽头，不必担心生死之后，面对无边无尽的漫漫荒野，喝下幽冥世界里准备好的孟婆汤，不必背负太沉重的过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每一次的人生都是新鲜的。魂归故里，民国郭泽云所作《冻龄小志》，讲一个人的孩子在德国死去，魂魄无法归来，就在中国找一位招魂的人，让他的灵魂去到德国柏林，将孩子的魂魄带回国内。比如一个人客死他乡，魂魄想要回到家乡去，幽冥世界也设置有个是关卡，需要有路条1张通行证，且要加盖当地官员的大印才能生效。到了清末民初，管理交通的变成了邮传部，后来又隶属于交通部，于是幽冥世界的通关文件也变成了要求当时管理交通条线的官员签名，无论要哪种文件，总是贴合着现实世界的行政要求。从这个故事可以引申理解，或者人可以不去现场，但要有仪式将魂带回国内，以安亡灵。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你觉得鬼的世界是100%公平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